忧郁症、躁郁症，常常听到这两个名词。那方医师把它单独来解释。我们常常讲重度忧郁症、忧郁症，这个忧啊是焦虑的意思啊，也就是很忧心忡忡的忧啊。那忧郁症的郁算是比较负面的想法，每天以泪洗面的，所以忧郁症呢算是还是有活力的焦虑，然后负面想法会哭的那躁郁症呢算是放大版的这个忧郁症那个躁已经不只是这个忧心而已是非常有活力的，甚至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不用睡觉，那整天很多很多的想法的。那躁郁症的郁来的时候是没有力气的郁忧郁症的郁算是有力气的郁，躁郁症郁是这个槁木死灰，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想躺在那里的郁好，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大脑里面就像一个引擎一样，引擎是好的，但是必须要有润滑油一辆机车或汽车的引擎要加不同的润滑油那大脑有2种润滑油最重要，一个就是老牌的叫血清素，第二种叫多巴胺。多巴胺是新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它专门润滑我们的前额叶。那血清素呢是整个大脑包含情绪中枢，包含大脑皮层、脑干、脊髓，它都去管的。它在大脑里面存在的年龄比较久。那这2个神经传导物质呢，这个在做什么事情呢？刚刚方医师有提过血清素呢，在情绪中枢里面呢，主要是去安定我们的杏仁核。杏仁核算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恐惧中枢有人莫名其妙会恐慌、焦虑、害怕，那就是因为他的杏仁核在发威了。那能够安定杏仁核，把杏仁核关掉或安定下来的，就是血清素。所以方医师做了一个符号，血清素去安定或抑制杏仁核的作用，让我们不忧不惧那多巴胺在做什么呢？多巴胺在提供前额叶的火力它要启动我们的前额叶让我们的大脑呢开始思考，开始有弹性，可以应付紧急的状况。所以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突然遇到一个危险、一个紧急状况来的时候，我们大脑这2个东西都要赶快分泌提高我们大脑应急的能力比如说血清素让我们突然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应该要静下心来处理眼前的困难。多巴胺启动我们的前额叶，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找到应急的方法。所以这2个都是处理压力事件的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那血清素呢？难道都一直维持不变吗？它有些人会起起伏伏那起伏的幅度有些人比较大，正常人呢没有那么大。那我们来看看当血清素高起来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变得好像什么都不怕那不怕是什么意思好像很无忧无虑，然后天塌下来都不怕的不怕。那血清素如果低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的事情，都莫名其妙觉得紧张焦虑。所以这个怕好像里面有2种成分一个就是焦虑，一个就是负面的想法。那多巴胺呢？多巴胺如果高起来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变得太有力好像随时都要冲出去好像你可以做10件工作，好像你可以不用睡觉，那叫做太有力你的想法呢，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你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那就是多巴胺太多可是当你多巴胺太少的时候，少到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连去上个厕所或者是电视要转台你都不做，甚至你可以整天坐在一个电视机前面，连转台都不转台的甚至你都躺在床上。那你打电话给他，他会接呢，但是你要响了50声以后，他才会去接那一通都不要停的电话，那就是多巴胺太低的状态。那方医师呢弄了一个图给大家参考，这个图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关键。我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忧郁症是长这个样子，那躁郁症呢是长那个样子。
以这两个病来比较起来，躁郁症是比忧郁症还要严重的。那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呢？我们首先来这样讲，我们血清素啊，它是一个很会嫉妒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啊，它除了去抑制我们的杏仁核，那这是有好处的哦。可是它会去抑制多巴胺，那杏仁核呢也会去抑制前额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紧张、焦虑、恐慌的时候啊，你变得无法思考啊，脑袋一片空白啊，那就是杏仁核呢在前额叶去给人家抑制的结果。那多巴胺比较不一样，多巴胺呢都是做好事的，它就是促进、刺激的，所以多巴胺把前额叶打开它也会把血清素叫出来说，来一起来帮忙，他算是好先生那前额叶启动以后呢，他也会去帮忙安定我们的杏仁核所以这整个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化学架构、神经连结的架构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子大家看清楚了那到底是怎么作用？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多巴胺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很热心的，从国外刚归国留学归国，然后呢在公司里面是明日之星，那很爱助人，人家有困难呢，他会积极的帮忙。那血清素比较像是公司里面的老臣已经做了20年了呢，他算是这个团体里面的老大呢。那他就很嫉妒这位刚回国的多巴胺先生所以只要有机会呢，他就会自走这个多巴胺所以是嫉妒的血清素，积极的多巴胺。这是方医师给他们的一个拟人化的说明。那躁郁症的躁是怎么发生的呢？躁郁症的问题主要是多巴胺的起伏太大。我们来看这张图，刚刚方医师讲的那个化学的跟神经连结的架构我们把它拿出来。当多巴胺太多的时候，大脑莫名其妙分泌制造一大堆多巴胺，结果前额叶就变得非常的活泼，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去做，非常的好奇，整个停不下来。那它也会往右边去刺激血清素，那不管血清素的作用还是前额叶的作用，都让杏仁核呢整个关机，完全不会怕。所以你会看到躁症发作的时候，他甚至敢在路边唱歌给大家听然后看到陌生人呢，就上去寒暄握手一副好像很熟的样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有勇气？那就是因为杏仁核整个关掉了，所以他不忧不惧那前额叶呢，大量的活动，变得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行动都不用睡觉的。这就是躁郁症的图那我们来看躁郁症的郁，多巴胺降低了，因为你之前把多巴胺都用完的，多巴胺用完了，眼吃卯粮结果呢，你的多巴胺不够了，非常的不够，那你的前额叶呢变成没有活力，什么都不想做，脑袋都启动不了，一片空白，整天坐在那里发呆，躺在床上发呆。那同时它也会让血清素降低所以呢，血清素一旦低了，或者前额叶一旦低了，就没有人去管杏仁核了。所以杏仁核的结果就是变得非常的紧张、害怕、恐慌、恐惧。所以你处在一个虽然没有活力，但是很担心、焦虑、恐惧，这时候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躁郁症的郁发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受不了这种苦，别人看不到的心理的苦，然后他们因为受不了跑去自杀，所以躁郁症的郁自杀的比例是比忧郁症的郁更高的。所以你看有人去跳楼躁郁症的郁他是直接用冲的，冲到阳台然后就跳下去的。那如果你看到在阳台上这边犹豫不决坐在那个阳台旁边然后大家就说快点跳快点跳，你都还不跳的，那就是忧郁症的郁躁郁症是不会给你这种机会叫他快点跳的，他都直接跳的，因为他心里的苦他受不了那有一种苦是比跳楼还要苦的，就是躁郁症的郁因为他完全没有活力，可是内心非常的担忧、紧张、害怕。那忧郁症的忧跟郁是什么情况呢？忧郁症
它就是血清素起伏的病。那你看这一张图，血清素降低的时候，它的杏仁核就没有人管了，那它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容易担心、紧张、害怕？当然是这个样子啊，杏仁核的活动增加了啊，对不对？然后它也会因为它平常血清素是去这个抑制多巴胺的，当血清素降低呢，它就没有去骚扰抑制多巴胺了，多巴胺的活动就比较多一点。那这时候就有2个不同的结局了哦。如果是走上面那一条路的话，血清素杏仁核到前额叶，这时候前额叶的活力是降低的，也就是标准的忧郁症的郁。如果是走左下面那一个路的话，血清素降低，多巴胺提高，前额叶呢变得比较有活力的，那就走焦虑的路，比较忧的。所以忧郁症里面，它的前额叶可能是低，可能是高啊。它不变的就是这个人呢都在负面的想法，都在担心，都在担忧。可是是有活力还是没有活力的呢？不一定。所以我们就把比较有活力的叫做焦虑症，叫做忧郁症里面的忧。比较没有活力的，整天只会诉苦啊，然后呢什么事都做不了啊，但是至少他还会诉苦哦，他还会打电话给朋友泪如雨下的哦，这种就是忧郁症的郁。跟刚刚的躁郁症的郁不一样哦，它至少还有一点活力哦。那忧郁症里面就会混杂着又有点焦虑，又有一点点诉苦、忧郁，然后它的活力还在的状态，就叫做这个血清素低下的忧加郁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血清素是高呢，它会产生一种杏仁核降低，多巴胺降低，然后那个前额叶呢可能高，可能低。那至少心里是平静的。那活力呢？再说有一点活力或没有活力，那这叫做无畏的平静。没有担心害怕，无畏的平静。所以忧郁症的病人，你可以想象他大概是这样，平常过得好好的，那还算是 OK 啦，那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那觉得自己好了啦。那过了一段时间呢，血清素降低了，他又变成哇，怎么那么苦命啊？然后到处诉苦啦，然后担心一些小事情啦，那没完没了的。这就是忧郁症。它的症状呢，不像躁郁症那么大风大浪的，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那个焦虑跟忧郁的表现。好，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大脑里面呢有2个厉害的润滑油，一个叫血清素老牌的，一个叫多巴胺新牌的，这2个呢是绑在一起的。他们彼此之间呢，一个是在帮忙对方的，像多巴胺就会启动血清素，大家一起来帮忙吧。那血清素呢就看不惯多巴胺那个明日之星的样子，它就会抑制多巴胺。那大脑里面呢，前额叶跟杏仁核呢也是互相交流的哦，所以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出现多巴胺起伏的病，那个比较单纯，那就是大风大浪的躁跟郁。然后血清素的病，血清素起伏的时候产生无畏的平静跟这个焦虑忧郁的状态。好，那很多人呢不了解这个背后的这个神经学的原理那把这2个病常常混在一起的都跟血清素跟多巴胺有关。那这个原理的理解呢，对我们用药上也很重要有人一直吃血清素的药，然后把血清素提高了，果然变得无忧无惧的。可是呢，他忘记了多巴胺被血清素提高之后阻挡，然后变得奄奄一息完全都没有活力所以我们在治疗忧郁症、躁郁症你也不要去管那么多病了听方医师的话，把血清素跟多巴胺呢同时考量2边都要帮忙不能只帮一边然后平衡的帮、稳定的帮，这个病才能够被你处理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个忧郁症、躁郁症的分享。那接下来呢，以后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些比较生理学上的情绪的疾病这算是我们面对焦虑的第5条路我们有6条路呢，我们才走到第5条路而已呢。下次开始我会再针对躁郁症再多跟各位分享以上的分享，谢谢。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